大家好，欢迎来到饭店开箱系列。这支影片要来介绍北海道札幌市中心近几年人气爆棚的美塞鲁坎帕纳博野饭店。第一次入住时是在2023年，那时也有做成影片介绍，入住体验确实相当不错，所以这次决定回访。就让我们一起来开箱看看它的表现如何吧。这支影片会分成6个部分来介绍。第一部分是饭店大厅，第二部分是房间开箱，第三部分是早餐菜色全介绍，第四部分是饭店设施，第五部分是饭店周遭与交通，最后则是入住心得总结。那我们就开始咯。首先来看饭店大厅，走木质色系装潢，色调沉稳，很有无印良品简洁温暖的感觉。不过空间不算大，所以入住与退房时间会充满旅客与行李，显得比较拥挤。值得一提的是，2次入住服务人员态度都非常好又专业。基本上我每次入住美塞鲁坎帕纳系列的饭店，都遇到很不错的服务人员，这让我对饭店的印象超加分。大厅提供备品可以自取，有发膜、All in One 凝胶、乳液、化妆水、洗面乳、卸妆乳、梳子、牙刷、牙膏、刮胡刀、刮胡膏、化妆棉、发圈、茶包、棉花棒、浴帽。柜台旁有一个放满旅游手册的房间，这里有电脑可以使用。1楼也是早餐会场，早上时旁边的大门会打开，开放入场。这边的桌椅区会变成用餐空间。免费的迎宾饮料，提供时间是11点到23点，有百事可乐、哈密瓜苏打、姜汁汽水、乳酸饮、冷水、乌龙茶和立顿冰茶。茶包的口味有红茶、苹果茶、格雷伯爵、大吉岭、绿茶。咖啡机的选项有咖啡、拿铁咖啡、可可和抹茶拿铁。接着来开箱房间，这次我们住在10楼。预定的房型是标准双床房，20平方公尺。入口处的玄关和走道空间大概是这样。玄关左手边有衣架、植物喷雾、室内拖和室外拖。右手边有全身镜。玄关空间。这个房型的洗手台是独立于房内的。洗手台空间很大，旁边有哈吉玛丽 Organic 的洗手乳和漱口杯。水是可以饮用的。另一边的台面也很宽敞，有摆放面纸、文具、时钟、百慕达热水壶和电话。底下的抽屉里有马克杯、玻璃杯、睡衣、吹风机。吹风机是 Panasonic 的。小冰箱。房间内的双人床是位于木头平台上，床铺宽度是120公分，空间非常足够，床垫软硬适中，很好睡。空气清净机，床铺旁有一个桌椅区。电视下面有手电筒、镜子、转换线、行李支架。垃圾桶。窗外看出去是对面大楼的顶楼停车场，远处可以看到摩天轮。下面有路面电车经过。房间内整体空间大概是这样。接着来看浴室，空间不算拥挤，且相当干净。有浴巾、免治马桶。
缸稍微有点短，但深度还可以。POLA 的沐浴乳、润发乳。接着来看看早餐有哪些菜色吧。为了方便拍摄，这一天5点多早早就起床了，最后达成第2组进来的成就。首先来看最受欢迎的海鲜区，有山药泥、鲔鱼泥和鲔鱼生鱼片。帆立贝柱和炙烧鲑鱼。甜虾、鲑鱼卵。满满一大盆的水煮螃蟹脚。剥蟹脚的工具没有剪刀，所以稍微有点难处理。不过剥完后满满一大碗，超有成就感。推荐搭配味噌拉面的汤头一起吃，蟹肉吃起来带点甜味，相当的美味。北海道7星米白饭和醋饭。海苔、纳豆、腌制物。北海道道明的酱油、生鸡蛋、芥末。北海道产山芥末。熟食区。成吉思汗羊肉。成吉思汗酱汁。炒蛋。北海道产洋葱可乐饼。竹笋肉丸中华黑醋酱。培根。北海道炸鸡。石胜豚冻猪肉片。柚子醋。竹签煮。豆皮昆布彩色凉拌菜。手做豆腐。盐烧秋龟。烤西太公鱼。汤咖喱配料。烤鸡。香肠。烤鸡是鸡腿部位，还蛮嫩的，单吃也很好吃。北海道产马铃薯、胡萝卜。汤咖喱汤汁。自制炸幌味噌拉面。这个拉面的叉烧、面条和汤头水准都超级高，叉烧软嫩，面条 Q 弹，味噌汤头浓郁，完全不输拉面专门店。这个没写名称，应该是味噌汤。南瓜浓汤，超级无敌浓郁香甜，奶香四溢，必喝推荐。生菜、小番茄、鸡胸肉、海藻沙拉、马铃薯泥、和风酱、蔬菜酱、法式酱、胡麻酱、紫苏酱、炸洋葱、坚果、培根碎、北海道蔬菜猪排酱、巧克力、玉米水果麦片、巧克力酱、巧克力糖、牛奶、鲜奶油、苹果果酱、芦荟、优格、苹果、综合水果、柳橙、白桃。甜点小食区。小蛋糕。栗子瑞士卷。
千层蛋糕、梨子蛋糕。顺带一提，蛋糕的味道比较普通。北海道产猪肉生火腿、北海道起司、蓝纹起司和康门贝尔起司、北海道面包区、有吐司、圆面包、松饼、可颂、法国面包、北海道奶油、草莓蓝莓果酱、鲜奶油、枫糖浆。面包都很不错，尤其是松饼 Q 弹好吃。饮料区有咖啡机、时盛清水牛奶、乌龙茶、北海道鱼翅苹果汁、芭乐汁、北海道二世谷高桥牧场优格饮、北海道二世谷高桥牧场牛奶和抹茶冰淇淋。冰淇淋奶香浓郁，但口感十分清爽，且不会太甜。以上就是梅塞鲁坎帕纳札幌博野的早餐菜色介绍。入场时间是6点到9点半，大人房客是2003日币，台币529，非房客则是3000日币，台币690。另外，如果当天才购买早餐，有可能会因为人数太多而被拒绝。整体来说，大部分的菜色都很美味，有好几道品尝起来都不输专门店，而且以台币500多元的价格，就能畅享豪华海鲜以及北海道在地食材 ，CP 值非常高，这也是这间饭店这么热门的主要原因之一。再来看饭店设施，大部分都集中于2楼。最受瞩目的就是大浴场，开放时间是6点到9点半，还有15点到0点30。2023年来住宿时有泡过一次，空间很新，还有木头的香气。不过空间不大，如果刚好同时有较多人去泡，会很拥挤。旁边有吸烟室和洗衣房，洗衣一次是300日币，烘衣半小时是100日币。自动贩卖机房门口有一个小冰柜，一人可以拿1支冰棒，口味有柠檬苏打、哈密瓜苏打、苏打和可乐4种。旁边的自动贩卖机有泡面、酒精饮料、软性饮料和冰淇淋。制冰机、饮水机、微波炉。饭店交通与周遭的部分，虽然说位在博野地区，但不是在最热闹的中心位置，反而是一个还蛮安静的区域。饭店四周的店家不算多，旁边有罗森，对面有 7-Eleven。步行到最热闹的博野中心位置大约是7分钟，步行到里小路6丁目大约是4分钟。饭店位置闹中取静，离最热闹的逛街区域都不会太远，所以算是蛮方便的。交通的部分，最近的地铁站是博野站4号电梯出口出来，步行约4分钟即可到达饭店。而从札幌车站搭车到博野站也只需要2站3分钟。或是路面电车，资生馆小学校前站步行1分钟可到达饭店。顺带一提，这条路面电车有通往早岩山缆车入口站。如果你是自驾的话，饭店旁附有立体停车场。影片的最后来分享我的入住心得。我在2023年和今年2025年3月入住这间饭店。先来说优点，第一点就是我觉得美色鲁坎帕纳系列饭店的柜台人员都很友善，包括我之前在美色鲁坎帕纳关西机场泉佐野那间分店遇到的柜台人员态度都超级好，而且现场加入饭店会员还可以拿小礼物。第二点就是房间和浴室干净又舒适，整体设计走木质暖色调，很有无印风，我超爱。
第3点就是饭店早餐真的超级赞，以500多台币来说 ，CP 值非常高，东西好吃，整体摆盘与空间设计也很有质感。虽然人很多，但不会有空盘不补的情况。第4点是饭店设施丰富，有免费的迎宾饮料可以喝，选项很多，冷饮、热饮都有，还有免费冰棒可以吃，免费的大浴场可以泡，而且每一样设施都能让人感受到饭店的用心。接着来说缺点的部分，其实没有特别不好的地方，硬要说的话就是住房率真的太高了。办理入住与退房时段的大厅，还有晚上的2楼浴场和公共空间都会非常拥挤。另外，早餐在热门时段真的超级多人，是连入场都需要排队的程度。所以想要避开人潮，非常建议在6点到7点这段时间入场用餐，才能够比较不用排队，轻松悠闲的拿取餐点。那么以上就是北海道饭店美塞鲁康帕纳札幌博野的开箱介绍，提供给打算来北海道旅游、正在寻找饭店或是预计入住这间饭店的你一些参考咯。